家好，我是毛毛。今天这期9分钟的视频，我非常详细的给大家展示一下没有厨师机如何最省力的揉出柔软的吐司面团。真正上手揉面时间只需要10分钟。吐司面团比较柔软，都会加入很多面种、中种、烫种、汤种等等。今天以烫种作为例子，1:1的沸水和高粉混合均匀，搅拌到看不到该粉，冷藏放凉就是烫种。下面我们开始制作吐司面团。我用的是一个最基础的吐司面团配方，材料左边先需要和在一起，右下方的酵母、盐、黄油则是后加的。那下面我们开始操作，找一个口径比较大、有一定深度的和面盆，先加液体部分。手揉面团建议糖要预先溶解，机器揉面糖不需要预先用水溶解。倒入砂糖，加入配方中的水。第一次做的时候，记得留20克左右的水，回头再决定要不要加。防止你用的面粉不同，你能操控的面团的柔软度不同，而进入加粉加水的死循环当中。糖溶解之后，加入鸡蛋，稍微搅拌一下，加入高筋面粉、奶粉，然后用筷子或者和面棒搅拌到看不到该粉之后，再上手。把面粉重量作为参考，也就是100%算。面包的基本配比都是液体大概60%到70%，酵母1%，黄油10%，糖10%到20%，盐0.7%到1%，奶粉3%到6%。上手用往上捞、往下压的方式，粗略和成团，用手按压，完全不粘，面团也不软，肯定需要再加水。手揉面团首先挥发水分就会比机器揉面多，而且吐司面团需要更加柔软一点的面团，所以把余下的水再加入。面团最后需要达到这样的状态，一按会沾一手掌，看着有一点太湿，但后面你会发现它是非常有必要的，就要达到这个湿度。然后采用水和法，让面团在冰箱静置，来自动生成面筋。我喜欢冷藏过夜，至少6个小时以上。第二天我们来看一下面团，已经非常明显的生成了筋度，面团看着也不会那么湿了。冰箱水盒最大的2个好处，第一，时间造就了面筋，手揉不需要费很长时间。第二，静置期间面团温度降低，抵消了手揉时候给面团带来的温度。将面团取出来，艾扁，这时候已经有出模了。下面我们要开始后酵母法，也就是第二天或者静置6个小时之后，再往里面揉进酵母。配方中的酵母用1勺的牛奶搅拌到没有该的酵母里即可。铺上酵母在面团上面，有一点酵母的块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们一会儿就会把它揉开。从四周将酵母包裹起来，这时候采用的是搓衣服的手势来揉面团，这时候才是真正的开始揉面。一手的手掌根往前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不要用硅胶垫，开始会比较栽，尤其这时候面团还比较湿，会让你变得心烦气躁，容易放弃。我们把它放到台面上就非常好操作，双手交替，就跟推拿牵引一样的。同时呢，一定要有刮板，把面团及时的往回收，给它翻面、调转方向等等。所以刮板是手揉面团必须要有的工具。这样的揉面方式，2条吐司1000克的面团，我一般都是5到6分钟搞定，不会超过6分钟就可以出厚模，也就是加黄油之前需要的那种厚模。揉的时候可以观察收回来的那个侧面，它看着光滑了，也就差不多了。我今天揉了5分钟，我们来看一下这时候模的状态。粗的厚模，戳动边缘成锯齿状，就可以加入黄油了。同样将面团挨扁，撒上盐，涂抹上室温软化的黄油。关键点来了哦，
黄油是非常滑的，这时候就不能再用之前搓衣服的手势来揉面了，而要换作手指握爪的方式，一手往前，一手往后。把手指伸进面团前后这样拉扯，就可以把黄油很快的融合进去。这个揉面方式大概需要1分半钟，然后再换成搓抹布的姿势。加完黄油之后，整个揉面大概需要3到4分钟左右就可以出薄膜。虽然揉面时间不长，但是在手温的影响下，我们看一下最终的面团温度已经到27度了，最好是要控制在26度左右。我们来看一下膜的状态。膜可以看到手指，膜也很光滑，戳动洞口也明显比刚才光滑很多就可以了。下面就可以开始正常的做吐司的1发分割整形、2发烘烤的过程了。我就很简单的展示一下，这期主要分享手揉水盒和我觉得比较高效的揉面手势。面团折叠成球形，一发28度，45分钟左右到体积2倍大。面团侧面按压不回台，转移到垫子上，撒粉，按压排气，分割成6个，每个150克的面团。每个面团折叠2次，收圆，松弛10分钟。开始第1次改卷，改的时候，擀面杖从中心往上先改一下，往下改的时候可以1只手拎着面团，这样改出来的宽度会比较一致。翻面之后把它卷起来，第1次改卷之后，再次松弛15分钟，进行第2次改卷。入模2次发酵，35度左右，加1杯热水增加湿度。盖盖吐司，发酵到离顶端1手指指节的距离即可。190度35分钟左右。烤的时候不确定有没有烤好，可以快速的打开一叠盖子，上色够了就可以，不够这时候回炉继续烘烤是没有问题的。味道香醇又好吃细腻的手揉吐司就做好了。我基本上都是用厨师机做吐司，最近用了这个水盒办法之后，好多时候我都是手揉一下，感觉也是特别喜欢操作这个面团，所以喜欢这个办法，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那我是毛毛，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视频，我们下次美食视频不见不散，有任何问题底下留言哦，拜拜。